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期视频，我们继续来聊聊怎样接纳人的复杂性。4月19日的那期视频里，我们讨论了无条件的爱是如何可能的。当时我们就说了，无条件的爱，并不仅仅是爱对方的具体的特质或能力，更是要去爱这种特质下面背后蕴藏的复杂性和可能性，并且鼓励这种可能性。当然，你能看见和爱另一个的复杂性，首先是因为你已经接纳了自己的复杂性。这种建立在复杂性上的爱，超越了我们对一般的爱的理解。一般对爱的理解，往往是建立在具体的道德品质或者能力之上，比如我爱他的善良，富有同情心，我欣赏他拥有某种深刻的思想、价值观等等。这些当然是很宝贵的品质，然而这些都是现象层面的。在这些现象之上，人还有一种本体层面的道德，就是持续不断的自我探索，而这种探索可能会让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复杂，甚至否定自己已有的观念，让当事人变得更加困惑。但这种变化和复杂性才是人最深刻和内在的部分。不过那期视频我们也只是讨论了一个框架，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详细讨论。比如有一位网友在评论区里说道，你说要对经验保持开放、友好和接纳的态度，但假如这种经验本身是不道德的呢？比如出轨、谎言、背叛等等。的确，当我们说要接纳人的复杂性的时候，肯定不能只是接纳人的光明的那一面，而必然要包括阴影的那一面，甚至阴影的这一面才是复杂性真正的内涵。因此，我们使用这个词也是为了避免对人的心理做出下意识的好坏善恶的道德评判。那有人可能会问，这种接纳是否会无底线地纵容人的阴暗面呢？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详细探讨这些话题。在视频开始前再说一下，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那么继续说回今天的主题。其实这个话题之所以不太容易理解，是因为它不是一个能纯靠逻辑和推理就能明白的问题，而是需要大量的内心体验。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很容易把问题搞得很混乱。像是爱、宽容和理解这些词，在生活中出现的太频繁了，就容易导致一种空泛和空洞的感觉。比如你要学会接纳和宽容自己的不完美，这句话里面的宽容和接纳，其实和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截然相反的。我们这里所说的爱、理解和接纳，是和一般意义上的宽容和理解不同的。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和宽容，通常是将宽容当作一种达成现实利益的手段。中国传统文化所理解的宽恕和宽容，基本都是如此。比如《论语》里讲到，有弟子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能做到这5点就行，就是公宽信敏惠。所谓公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孔子的意思是说，宽厚就能得人心，受众人的拥戴，给别人恩惠就能使用别人。因此，中国文化中的宽容不是出于一种超越的、无条件的精神性的理解，而是深嵌在伦理等级、关系网络与现实功利的脉络中，更多是一种策略性的容忍，目的是维系秩序、换取忠诚，或避免破坏人际和谐。比如《贞观政要》里经常提到李世民如何以德服人、宽容内谏，再比如《三国演义》里，不论是刘备还是曹操，都有过大量宽容敌人的行为，但这种宽容纯粹就是为了收买人心，本质上是统治术的一部分，是一种情感投资，它不存在任何对个体的深刻共情和对精神复杂性的承认。儒家所说的中恕之道，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发点仍然是落在克制自己的外在行为，而非进入他人的内心经验，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维护群体秩序的稳定与和谐。另一种常见的对宽容和理解的混淆，是指向具体行为的。比如某个孩子有一个脾气不好的爸爸，他对妈妈诉苦，妈妈告诉他，你要理解你爸爸的不容易。这里的理解并不是指一种心理层面的理解，而是指你在行为层面要更加服从和听话，不要抱怨。再比如另一个人伤害了你，他说你要理解我的难处，要宽容我，这同样是让你在现实层面上让步和牺牲。只要你现实里这么做了，他是不在乎你心里是怎样理解的。而我们这里所说的理解和接纳，
就是一种纯精神性的理解和看见，它不能作为现实中的伦理或者法律的依据，也不是一种义务。我理解某人为什么会犯罪，但这种心理层面的理解不能构成为对方脱罪的理由和证据，这只是我个人层面的一种洞察，不必然触及和改变现实的伦理。这就类似于康德在《什么是启蒙》所说的两种使用理性的方式。康德认为，在现实中，我们常常需要在特定的社会身份中保持私下的运用理性，也就是在行为上有时需要服从和妥协，不得不执行一些我们自己都不认同的制度和规则，但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人，一个世界公民，我们却应当拥有对真理和自由公开使用理性的权利。就是你可以服从命令，但有无条件发表自己思想的权利。这种权利不是为了立刻改变社会制度和规则，而只是为启蒙本身保留一块精神领地。同样的，我们所说的这种纯精神的理解，指的是一个人可以拥有这样的一种空间，他在这个空间内可以表达自己任何的情感和思想，而不受道德评判或者心理学的诊断。他只需要以他自己为目的去表达，而不需要感到畏惧，哪怕这些想法是自相矛盾的，哪怕当事人明天就否定了今天的想法，都是没关系的。在这个空间内，不论他怎样袒露自己的体验，都能获得对方无条件的理解和关注。他在这个空间内享有完全的主权。这正是罗杰斯所说的，当事人在每时每刻都成为自己的全部，全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自己毫无掩饰，在自己内心里无所畏惧。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也是非常难以实现的。首先，有这样能力的人很少，其次，这样的人也不可能在任何时间和空间对任何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说这种纯精神的理解和宽容，它不是一种人际关系中的义务，我不能要求我身边的人都做到这一点，但它可以作为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想状态，就是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那么你会更容易接纳自己，同时你也可以在某些时刻影响到你身边的人。这种纯精神的理解虽然不与现实挂钩，不谋求立刻改变现实，但也因此保留了精神上的纯粹性，使当事人能够完全专注在探索自身的体验上，而不必承担现实行动的后果。那说到这里，有人会觉得这种状态很美好，但也一定有人感到怀疑，就是这种接纳和宽容是如何可能的呢？它真的不是装出来的吗？为什么有人会欣赏这种复杂性呢？但我认为，这种欣赏和接纳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审美体验。我欣赏的并不是对方的杂乱无章的想法，而是当事人的这种流动的过程。当一个人在接纳的氛围下不断表达自己时，尽管他的表达看起来可能是杂乱的、复杂的、冲突的，但是随着表达的深入，他的表达仍然会趋向于一个目的性和系统性。这个目的就是他的真实自我，这个趋向真实自我的过程就是可爱的。当事人逐渐发现，某些声音看似是来自自我，其实只不过是人格面具和防御机制。他逐渐能分清楚哪些体验是来自内心深处，哪些体验是外部植入的结果。最后，他的内心会变得更加有序、连贯，而非混乱。这个过程对观察者而言，本身就可以是一种审美体验，就是一个事物变得更纯粹，更符合自己的目的。比如，原先杂乱的物品变得有层次和秩序，就会让人感到治愈。音乐与人的这种心理变化也很相似。比如，许多古典音乐的开头是非常忧郁、焦虑和令人不安的，它的节奏跳跃不定，仿佛探索某种晦暗的情感。随着音乐的进行，这种旋律变得越来越有层次和方向，越来越有激情。在结尾处，作曲家将早期出现的旋律再次引入，使听者感受到一种归宿感以及深层的和谐与满足。我们在听音乐时，仿佛能看到一个人的精神如何一步步展开，经历了各种冲突和变化，最后回到自身，完成了整合。当然，接纳其实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复杂性和丰富性的接纳，也会指向自身。当我通过看见对方生命的丰富性，拓宽了对方的生命体验时，我也感到我和对方的精神链接更加深刻。结果是我通过这种行为，再次确认了我自己的独特和丰富，以及我与这个世界的深刻链接。因此，
这种对另一个人的接纳，就其本质来说是平等的，是不含有附加条件的。而在这种交流中，最重要的并非我能给对方多么专业的知识和意见，而是首先需要一种氛围，就是我对对方的精神世界有真正的好奇和兴趣。很多人没有这种好奇和兴趣，他们满足于通过外部标签来预判他人的内心，满足于看到一个贫乏、单调和完全已知的世界。刻板印象在很多时候的确是对的，然而人总有很多不能被外部标签预测的未知的部分，而这些部分往往是最值得探索和关注的。这种对他人的好奇和兴趣是大大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心理学的专业能力的，也不是简单的学习所能提高和改变的，但它其实是营造这种接纳氛围中最宝贵的东西。当我们有这种对他人独特性的敏感和兴趣时，我们就更容易给对方提供一个安全的氛围来表达自己。我们上面讨论了这种接纳是如何可能的，那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怀疑，这种接纳真的不会让一个人变得更邪恶、更坏吗？罗杰斯所说的这种无所畏惧的自由表达，对很多人来说本身就让人畏惧。罗杰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也说道，对我所描述的生活道路还有一个更为普遍的反应，成为一个人的真实自我，意味着他就是坏的、邪恶的、不受任何约束的、具有破坏性的。它意味着要把某种妖魔鬼怪放出来，在我们的世界上兴风作浪。如果我敢于让这些被压抑在内心的情感流露出来，如果我有机会实际经历那些情感，这将造成一场大灾难。然而，罗杰斯认为，真正有破坏性的并不是负面情绪本身，而是对这种情绪的压抑和否认。如果一个人如实地接受和体验自己的愤怒，那么这种被接受和转化的愤怒不再具有破坏性，也不会使他崩溃。他可以允许体验自己的 sexual feeling， 自己的懒惰的情感，或者对于他人的敌意，同时自己的世界也不会崩塌。当然，罗杰斯并没有尝试去证明这一点，他只是依据他的个人经验告诉读者，接纳自己的复杂情感绝不是一个邪恶的过程。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如此害怕体验到那些负面情感呢？我想，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很多人把内心冒出的情绪和观念直接等同于行为。我之所以为自己的念头感到害怕，是因为我联想到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后的现实后果，一想到这个后果是自己无法承担的，就会非常恐惧和害怕。的确，我们需要为自己在现实世界的行动负责，承担后果。对于现实的后果感到恐惧也是正常的。然而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人是不需要有对自己的恐惧和内疚的。我产生了一个念头，一种情绪，并不意味着我就要把它付诸现实。很多时候这些想法仅仅是我探索自己深层需要的一个中介物，一个工具而已。然而在那种恐惧中，我们其实陷入了一种心理等同模式，就是暂时失去了对内心世界和外部现实的区分，直接地将自己的内在感受投射到外界，丧失了这种边界意识，也丧失了对这种体验进行重新诠释和解读的能力。这通常是由于我们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对这些情感的有效反馈和经营。我们可能经历了一个太容易破坏性的放大我们情绪的外部环境。当我们仅仅是流露出某种消极情绪，他人会产生强烈的情绪，结果我们感到仿佛自己动了一个念头，就给他人和世界造成了直接的破坏。这类似于一种滑坡谬误。比如一些父母自身有着尚未解决的精神冲突，无法去涵容孩子，结果当孩子表达出某些负面情绪时，父母自己的反应比孩子还要大很多倍。儿童感受到的不是被反馈，而是自己的感受本身就给父母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再比如在中国的许多学校里，老师会将一个学生的一举一动与他的前途和未来挂钩，可能这个学生稍微感到疲惫，或者产生了反叛的情绪，就会立刻涌现负疚感和恐惧感，联想到自己将来可能会一事无成，或者对不起自己的父母等等。这种状态其实也类似于一种原始的迷信，比如古人对风雨雷电等自然灾害就非常恐惧，认为自己在这种自然现象面前只能保持敬畏和崇拜，不能思考，一旦思考就好像会带来不可言说的灾难一样。但我们现在知道，你在内心里思考灾难，你对灾难的言说和讨论，
并不会导致这种灾难更剧烈。这首先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科学知识，而是我们知道人的内心世界是独立的，是无限的高于自然和超出自然的。因此，面对自然现象，人可以自由地发起解释，提出假设，建立理论模型，而不需要感到恐惧。因此，一个人积极去体验自己的内心世界，追求自我的整合，其实与人类突破对大自然的原始恐惧，勇敢地探索世界的奥秘是一样的，都是将自我从对未知的一己的力量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吧，下期视频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话题。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